魏无羡这才不慌不忙地附着手，从墙后走出来。他看了一眼金陵，悄悄对他眨眨眼睛，又把在场的所有人环视一圈，才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叫谁呢？好好说话，没教养。”你说什么？金铲大怒：“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是你爷爷！”魏无羡骂道：“这么一群人跟人家一个人打，还打这么久都不赢，你说你丢人不丢人？”你……金铲气得发抖：“你什么你？你结巴吗？”魏无羡看了一眼金陵：“这样，你们一起上，我和金陵2个人对你们，让你瞧瞧什么叫实力。”好。金铲怒极反笑：“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。”话音未落，他的剑已经攻了过来。魏无羡身形微微一颤，脚下只变了半寸，便躲过了剑尖。他左手背在身后，另一只手在金铲腰侧轻轻一拍。金铲只觉得脚下一阵麻痒，当下身形不稳，跪倒在地，双膝与地面碰撞，发出砰的一声脆响。怎么还跪下了呢？魏无羡哈哈笑道：“不是要教我什么叫天高地厚吗？”他边说，一边又在金铲的腰侧打了一下，这次动作更清晰缓慢。金铲正欲起身，被这一下击的又跪了下去，气得大叫。金陵却看仔细了，魏无羡回头对他得意的笑笑，后退了2步，站在金陵身侧。知道怎么玩了吧？他小声问道。懂了。金陵摩拳擦掌。好极了。魏无羡点点头，把他们打得满地找牙。半刻后，金铲带来的人都跪了至少1轮，气急败坏地扔下狠话，朝着后花园跑走了。金陵站在原地仰天大笑。魏无羡等他笑完，挑眉问道：“怎么，平常都打不赢的吗？”“怎么可能？平常他们这群人只有被我打的命，打赢了不能开心吗？”魏无羡摇头道：“赢得这么漂亮，当然值得开心。下次还想不想赢得这么漂亮？你大舅舅我这儿的招数可多了，等以后我慢慢教你，你不反对我打架？”金陵一惊：“我爹从来不让我打的。”“别听你爹的，他小时候还跟我打过好几架呢。”魏无羡毫不犹豫地把金子轩供出来：“你这个年纪，不轰轰烈烈地打几场，人生就是不完整。下次他要是再这么玩阴的，你就……”魏无羡正欲说什么，远方突然传来狗吠的声音，他吓得浑身一抖，整个人都缩到金陵的身后。“不许带坏我儿子！”金子轩的声音远远地传过来。仙子跑去叫人，居然把金子轩叫来了。金陵被金子轩用力揽进怀里，被金子轩仔细看过，确认没受什么伤后，金子轩松了一口气，接着骂道：“那么多人找你打架，你就不知道跑吗？就知道逞能，面子能当饭吃？啊，我赢了！”金陵反驳：“以一当十，命都不顾，你厉害得很呐。”金子轩冷笑：“上次夜猎的是罚的还不够是吧？”没等金陵回答，他就又看向魏无羡。金子轩和魏无羡一向不对付，纵使2人间夹着一条人命，他看见魏无羡还是一阵烦躁。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“没什么，随便走走。”魏无羡不动声色地离仙子远了些，转了个身，伸了个懒腰。他回头对金陵笑笑：“我先走了，以后再一起玩呀。”说罢，他抬腿便走。金子轩也没有半分挽留的意思。眼见魏无羡的身影飞快地消失在远处，金陵低头看看脚下的狗，又看看身边的父亲，他一时竟搞不明白魏无羡到底是在躲哪一个。折腾了这么久，又陪着金陵打了一架，真正闲下来的时候，天色都已经有些蒙蒙亮。魏无羡脚还有点发软，想到金陵那臭小子养了条狗，他就愁得要死。在银铃里，每次感觉到狗靠近他就吓得要魂魄出窍，但当时他还可以强行切断感官，欺骗自己狗不在附近。现在被江城逼出来，简直日日都要与狗相对。想到自己日后的悲惨岁月，魏无羡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愁什么？身后传来一个声音。魏无羡轻笑2声，道：“这么晚不睡，你是要跟我对愁眠吗？滚！”江城笑骂：“哪来那么大脸？”他晃晃手里的小坛，道：“喝吗？”魏无羡眼前一亮，一把接过，先往嘴里倒了一口，道：“好兄弟，够意思，喝那么急，小心别呛死你。”2人找了一处先有人质的小亭子。金陵台无论何处都是极尽华美奢侈的，
哪怕是一个小小的亭子，周围也开满了牡丹。一个小坛子，两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喝，喝不了多久就要见底了。魏无羡清楚，之前那次交谈，不说还有旁人，时间也不合适。江澄迟早要来找他谈这一次的。喝到最后，魏无羡看了一眼坛底，一仰头把最后一口也喝了下去。江澄骂了一句，倒也没有阻止。你能待多久？他突然问道。不知道。魏无羡沉默了一会儿，我也没听说过这种事，我本质上是个意外。意外枉死，却没有化为厉鬼。自封银岭里，却又自己突破了封印。更别提他现在是个有实体，能进食能行动的，几乎活生生的人。